李长寿道心一颤，紧紧闭着嘴，皱眉凝视着眼前的道祖。您是吗？自然不是。贫道能有今日，还是要拜你那老乡所赐。来吧，且带你随便逛逛。言罢，红军道祖手掌一挥，两个人纹丝不动，周遭情景霎然大变，化作了一处郁郁葱葱的山林，侧旁有2只木屋，乾坤置换。道祖站起身来，背负着双手朝那小木屋而去，挺拔的身姿透着少许疲倦，示意李长寿跟上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就算是今日要被抹掉，也不能做个糊涂鬼啊！师祖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往事不必多提。天道已抹杀了你那同乡人，原本如女娲、后土等不少生灵，都受了他恩惠。他对于洪荒而言，也做了颇多好事。但最后，那人不知为何疯魔了，非要以力成圣，打碎这天地，遭了天道反噬。天道至公无私，只是大道在盘古神意志之下凝成的秩序规则。你的大道就不错，算是给了天道一种反馈和填补，这也是贫道数次阻拦天道干扰你的原因。李长寿闻言，心底略微有些触动，躬身，多谢师祖。说话间，红军道祖已是带着他到了一处木屋前，推开木屋木门，显露出其内简单的陈设。坐吧，不必多担心，今日是贫道有求于你。红军道祖盘坐于蒲团上，看李长寿的面色依然不太明朗，笑道：若是要毁了你，贫道何必一路培养你至今？多谢师祖。李长寿只能够重复这般话语，行了个道揖，搬着蒲团坐在了红军道祖下手之位。红军道祖嘴角的笑容越发浓郁了。贫道与天道，你了解多少？弟子并不了解，也不敢胡言乱语。看，红军道祖左手多出了一只翠绿色的玉蝶，玉蝶之上照出道道纵横的光线，构成立体的网格，网格中投射出洪荒天地之影。贫道便是天道，但天道并非贫道。换而言之，贫道可短时间内操控天道，但天道却无法影响贫道。李长寿颇感震撼，但随之皱眉问：师祖在这天地间已是无所不能，弟子又能做什么呢？无所不能？红军道祖反问一句，缓缓摇头。贫道若是无所不能，如何还会有大劫发生？他手中玉蝶轻轻旋转，代表了规则的细线与天地消失不见。玉蝶之上投射出了9口色彩各异的泉眼，九乌泉。九乌泉存于虚实之间，说海眼是九乌泉，是对也是错。海眼不过是九乌泉之力一处宣泄之地，血海也是这般。九乌泉汇聚生灵之业障，一旦业障积累太多，九乌泉就会倾覆洪荒大地，将生灵葬下。如此又开始下一个天地内的轮回，开启新的纪元。此事也是贫道无法阻拦的。贫道虽自认于修道之路走到了顶点，却也无法与盘古神相提并论。
故每当九乌泉即将喷涌，天道就会酝酿一次次大劫，将这次生灵之劫向后不断拖延。所以天道在不断压制生灵的实力，就是因为每次大劫过后都会有大量的业障残留，留给九乌泉的缓冲地段越来越狭窄。当真悟性不错。不过生灵大道所显，生老病死本就是生灵的规律，对单一生灵是这般，对所有生灵都是这般。所以说贫道并非无所不能，贫道不过是走到了生灵的顶点，与天道相合，补全了天道，延续盘古神的遗志罢了。同样，此时贫道也无法离开这片天地，这些还都是拜你同乡人所赐。当时为了阻止他以力正道，毁掉洪荒，贫道也只能出此下策，放弃去混沌海中正道混元的机会。洪荒传闻，师祖您不是担心自己正道天道会承受不住吗？那不过是天道抹杀那家伙之后的误传罢了。若非贫道与天道联手，怕是镇不住他。这个家伙因开天时的乾坤动荡，意外到了远古洪荒，与盘古神都是好友。浪前辈这么猛的吗？李长寿先是一阵讶然，随后就有点郁闷。如此猛男都被天道和道祖红军给抹杀了。哎呀，不该有的想法还是别有了。搞定了封神大劫，我还是尽早的退休养老算了。紫薇否？弟子自是有些怕的。其实你只要不去做动摇天地稳定之事，自不会被天道针对。你可知贫道何时关注的你？弟子不知。猜猜。这个弟子魂魄来洪荒时，红军道祖摇头轻笑。你的故乡虽然不是在洪荒，但带着记忆的残魂来也好，还是化作真灵来也罢，并无太大差别。混沌海无边无际，你所知的宇宙有可能只是混沌海中的一粒沙尘。真灵长河流淌其中，生与死大道相伴相随，生灵说到底也只是扰动与偶然，大道所显，规则所成。故你在贫道眼中与普通生灵并无不同，你这般跟脚不值一提。莫名有些开心，又莫名有点失落，是什么鬼啊？那师祖您是何时看到的弟子？你于海上渡劫成仙时，天道都被你给瞒过去了，贫道也被你给惊动了，意外发现你之大道竟是脱胎于阴阳大道的均衡之意，为天道所需。如此，贫道暗施手段，在那无人寨子中为你起了一座神像，由此扰动你原本命数。若非这般，你怕是要在山中待到天荒地老。只是贫道也不曾想你竟如此出众，不只是自身之道出众，更是一力将天庭扶了起来，省了贫道不少心血呀。李长寿禁不住苦笑了一声，总算是破了案了。红军道祖手掌轻轻挥舞，玉蝶上浮现出一只光斑，隐隐是一个道人打坐的轮廓，周遭都是迷蒙的光影。
将你留在此地就是因为此事，你可知这是什么？弟子不知。这是盘古神残留在天道中的意志。唉，随着天道的演变，他已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。若天道出现较大的扰动，他就将自天道之中淡出。盘古神莫非还能复生？此非彼，他不过盘古神的一点残念。贫道要托付给你的，是在他降生时，判断他是对天地有益，又或是对天地有害。若是前者，护他不被天道抹杀；若是后者，你需确保他被抹杀干净。弟子怕不是盘古神残念的对手。他初降生时身周不会有灵气，无法摄灵气为自身所用，很是虚弱。红军道祖目光有些复杂，复杂到让李长寿此时有些看不太懂。他的生死，天地的命途，都在你一念之间。三清乃盘古元神所化，西方教二圣只顾自身，女娲性情寡断，昊天与天道关联太深，也只有你做事最是稳妥。你可需什么奖赏？李长寿犹豫一二，叹道：若能为师祖分忧，本就是弟子的福分。红军道祖面露惋惜，从袖口掏出了一口古铜色的小鼎，又将小鼎给塞了回去。哦，哎呦，哎，本还想将这口震死了罗侯的乾坤鼎提前赏给你，你要无私奉献，那就算了。李长寿眼睛一瞪，一口气儿没喘上来，差点两眼一翻昏过去。师祖，弟子的功德金身，您看。道祖红军顿时笑眯了眼。不是说了，你就9成8的用吗？可这红军道祖抚掌大笑，又在袖中拿出了一枚石片，扔到了李长寿的手中。好好修行，早日完善你的均衡大道，贫道也能少被天道吵扰。回吧，稍后若出现天道扰动，贫道自会对你传信。李长寿还要多说什么？红军道祖手掌轻轻摆动，他眼前光影流转，一个晃神儿，已经是出现在浩瀚无垠的万里波涛之上。这里是东海。此前种种恍若梦境，唯有手中的石片颇为真实。凭空站起身来，李长寿看着手中石片，其上刻画着的几道断纹，自是修行之法。当年道祖以身合天道，是为了阻拦浪前辈以力成圣，毁灭洪荒。盘古神的意志所化生灵，即将从天道诞生，脱离天道掌控。文一手，哪怕对我灌输这些信息的是道祖，也只能信4成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浪前辈再怎么浪，也不该去毁灭洪荒才对。道祖真的是单纯以护卫生灵为己任？收起石片，李长寿的脑子有些懵，身形化作游鱼，遁入东海，朝东海的一处安全屋赶去。先冷静下来，思考清楚此时情形，以及道祖交代的这个任务，考虑清楚要不要将此事禀告给老师，才是重中之重。于是3个月后，李长寿当作无事发生，悄悄回返小琼峰。女娲娘娘还让去圣母宫一趟，这个要趁早过去。心底如此盘算着，李长寿的身形自地脉中钻出，
收起太极图留下的阴阳二气，悄然进入小琼峰复合大阵，朝着密室而去。道祖亲自交代的任务，他仔细地分析了3个月，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有用的结论：空想无用。那个层次的斗争甚至已经超过了圣人博弈。我了解的信息太过片面了，也只是听道祖讲述当年之事，贸然参与其中会发生什么谁都不能确定。盘古残存意志的化身，总觉得会是一个大坑。道祖看似是将杀或者护的选择权交到了我手中，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具有倾向性的选择。求稳。若是连这一点我都没想到，那这么多年的洪荒也是白混了。坏消息是，我现在成了道祖手中的一把刀。好消息是，道祖在用得到我的时候会适度的保全我。我要做的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变得更强，最少也要拥有混沌海生存的实力，创造一条后路。世上很多事本来是没有后路的，但稳的次数多了，也就有了后路。李长寿思考了3个月，最后所做出的决断其实回到了原点，死命抱紧太清老师的大腿，今后的行动都要围绕在太清老师身周。只因李长寿发现道祖似乎对自家圣人老师有一分忌惮，把道祖告诉我的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去感情倾向还原，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上古时曾爆发过一场不为人知的竞争，双方分别为洪荒妇女挚友浪前辈与远古时代大赢家红军道祖。竞争的目的是谁先以力正道，抵达盘古神的层次。暂不管浪前辈是否真的发疯了，浪前辈定然动用了从远古至上古积攒下的无数储备，在这条路上抢在了道祖之前。道祖出于具体不详的目的，假定就是为了护卫洪荒，与天道联手，强行镇压浪前辈，并直接抹杀掉浪前辈的一切存在痕迹。与浪前辈有关之人，除却女娲娘娘已成圣，天道动不得之外，其他的死的死，没的没。只有恒娥遗忘了部分记忆，沉睡万年之后醒来。这里面最大的疑点是红军道祖有没有在这件事上说谎。